要约，择地要厚，择人要薄，民患为恩，千金为仇。豪杰成喜，爱众成卓，批史干县，无功杀龙。以元破衣，有统风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就想和大家聊聊旅居的话题。不固定在同一个地方，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，真正去体验和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生活。因为如果只是旅行，匆匆而过，很难产生与当地的联系。这次呢，我就带大家去看看昆明附近2个非常适合旅居的古村。我们出发吧。第一个呢是大漠雨村，它在昆明的西郊，开车过来大概半小时的样子吧。它是一个彝族古村，被群山环抱，生态环境非常的好。以前啊，人们总是拼命往城市里面挤，慢慢又觉得城市太吵、太忙、太累了，于是又开始怀念安静的乡村生活。要是这个村子离城市不远，又有山有水，村民也很淳朴，那简直就太理想了，对吧？那自助扫码，老板回去睡午觉去了。从2015年开始，这里来了很多的新村民，他们改变了村子里的生活方式，经营咖啡厅、手工作坊，在保留本地文化的同时，也会给村子带来新的活力。在村子里逛的时候，发现人真的不多，好多店铺门都关着，一般要到周末或节假日，这里才会热闹起来。我进去拍一下。村民人的松弛感。我还留意到村里有不少贴着转让信息的广告。和一个本地的女孩聊了聊，得到了不少的原因。之后觉得太冷清了，还是不习惯，还是想回到城市里面去。我就说他投入那么多来做这个装修，如果他本身就是可能就是想长待，那么至少20-30年是要待下去。我们这边最长就是20年，最长就是20年。对。我刚刚看那些展，最早租的是哪年？还剩15年。最早可能10年左右。你看这家民宿连门都没锁。新村民的改建都会保持一个以旧修旧的状态，而不是简单的推倒重建，会最大程度上的保存建筑原本的风格。旁边有不少正在新改建的房屋。一间独门独栋的小屋。但感觉这边的房子的外墙装修风格和色彩就少了一点统一的规划，看起来稍微有点杂。这个涂鸦墙，我个人觉得风格有点太跳脱了，跟古村的整体感觉稍微有一点不太搭。村里的老人们呢，还是过着他们那种慢悠悠的生活。
是什么花？边的阿婆卖的这个皂角尖，身体太健康了，是不是？阿婆几岁了？你猜60。 80路了还是80路，妈，80路，还有黑头发。头发不会断。哦，是不是都是吃这个皂角尖吃的？虽然早就通了自来水，但村民们还是习惯去龙塘打山泉水来用。在村子的后山还有一个小水库，那儿环境真好，特别适合来一次轻松的小徒步。可惜的是，为了保护水质，现在不让游泳，也不让玩桨板。水特别清，走在路上，周围安静的只能听到鸟叫声。这个应该是新投资来建好的民宿。在村口还看到了老奶奶在做着纳鞋底的传统手工活。另一个村子呢，叫做乐居村，它离大漠雨村不远，大概就是8公里。乐居村的入口呢，就在马路边，感觉人气明显比大漠雨村旺多了。路口就有好多卖东西的大妈。这里有一家特别有名的面包店，是用土窑来烤面包的，很多昆明城里的人都会专门开车过来买呢。大碗缸柴烤披萨，这个特别香。确实，在乐居村这边开门的小店就明显多了。村子里有个管理委员会，如果你想租房子，可以统一找他们对接。我觉得这样的管理还挺合理的。这里也有清澈的龙塘和供奉的龙王。这个规模挺大的院落群，里面有很多的房间，走在里面特别安静，能听到的只有鸟叫和风吹过的声音，特别适合居住。
突然听到了小孩的读书声，应该是村里面的小学。父要曰：人体要厚，人人要薄，民范为恩，千金为仇。黄狄成喜，爱众成熟，披死杀剑，无功杀龙。一言破衣，如同风神。乐居村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所有的房子的外墙都经过了统一的维修和粉刷，看起来就特别的整齐舒服。在山顶的一间民宿和服务员聊了会儿，了解到这里的租期是50年。这个民宿整个建筑都是重建的，投资超过了1000万。两个村子，两种不同的风格，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